你好，欢迎来到陪你读书。今天我们要解读的书是《沉浮的力量》。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词儿，可能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就是沉浮。你第一反应是不是觉得这不就是认输吗？对吧？就是放弃控制。是啊，大部分人可能第一感觉就是这样，觉得沉浮，哎呀，是不是就等于失败了，没力量了？对，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这个朱蒂斯·欧洛夫医生的《沉浮的力量》，他说的恰恰相反。他说，学会在合适的时候放手，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甚至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没错，这本书其实挺挑战我们固有观念的。欧洛夫医生他自己是精神科医生嘛，他从他的临床经验还有他自己的经历里发现，所谓的沉浮其实就是学着去信任当下，顺应一些自然的节奏，不要死死抓住某个结果或者某个人不放。这种状态反而是一种怎么说呢？强大的内在力量的来源，它跟我们平时想的那个控制、成功定义不太一样。那这个沉浮，它跟我们平时说的，比如逆来顺受或者现在流行的躺平，这个区别在哪儿呢？书里好像特别强调了，它不是消极的。问得好，这个区别很关键，它绝对不是让你消极或者任人摆布，关键在于智慧和选择。沉浮是让你有智慧的去判断，什么时候我该坚持，我该争取，什么时候呢，我得像那个冲浪的人一样，看准浪头，顺势而为。像冲浪的比喻，这个挺形象的，对吧？你不能硬跟那个浪对着干，那肯定不行。所以它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对时机的把握。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做起来肯定很难。我们好像就是天生就想控制点什么，对吧？放手太难了。为什么我们这么抗拒放手呢？是怕失控？对，怕失控，怕显得自己很脆弱，也怕达不到目标，怕失败。这个恐惧是主要原因。而且你想想，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的大多是掌控的好处，很少有人教我们放下什么好处。确实。所以这种抗拒根源上就是恐惧，怕受伤啊，怕没钱啊，还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可能是家里传下来的观念，或者是社会告诉你，你得有钱才算成功。这种，被各种标准框住了。是的。但有意思的是欧洛夫医生发现，就是当你不再死死抓住不放的时候，你的身体和心理反而会受益。具体说说，不只是感觉轻松点儿吗？不止身体层面。它会促进一些好的神经递质分泌，比如内啡肽、血清素，就是让你感觉舒服、平静的那些东西。这就能帮你对抗压力荷尔蒙，比如皮质醇。长期紧绷着，那个皮质醇水平会很高的。原来还有生理上的好处。对，而且你的头脑会更清醒。你想不被那么多恐惧、担忧占着，你的直觉力就会变得更敏锐。这个直觉，欧洛夫医生特别强调，在沉浮里非常非常重要。直觉，这个我很有兴趣。他书里是不是提到他自己，就是因为一个梦才决定当精神科医生的？没错，没错，他那个经历确实挺神奇的，就是一个梦，非常清晰地指引了他未来的方向。这就说明，有时候光靠逻辑、靠计划可能还不够。有些重要的信息或者说指引吧，它可能来自更深的层面，需要我们静下来去听。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练习这种沉浮呢？听起来还是有点玄乎。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可以从特别小的事儿开始，比如下次你遇到堵车，或者电脑死机了，心里肯定烦躁嘛。对，肯定想砸电脑。对，那时候你试试，先别急着发火，就做几次深呼吸，感觉一下肩膀是不是松下来一点，下巴是不是不那么紧了，体会一下那个哪怕一瞬间的压力减少的感觉。从小事儿开始体会。对，然后欧洛夫医生还总结了3个阶段，我觉得挺有用的，能帮我们理解自己在哪儿。第一个就是抗拒阶段，心里1万个理由，不行，我不能放手，各种害怕。我懂，这个阶段很熟悉。然后是接纳阶段，就是你慢慢意识到，好像一直这么死扛着也不行啊，或者代价太大了，开始想要不要试试别的办法。最后是放手阶段，哪怕只有一点点意愿，
你开始试着放下那么一点点恐惧，或者放下对某个结果的执念，可能就对自己说：好吧，我试试看，感受一下那个轻松感。抗拒、接纳、放手，这个过程听起来清晰多了。关键就是培养信任感，从小事儿练起，慢慢积累信心，再用到大事儿上。这个过程听起来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得重新看看我们怎么定义成功和力量本身，好像不能光盯着钱和地位了。非常对，这是沉浮带来的一个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转变。当你不再只用外在的东西，比如别人怎么看你呀，你赚多少钱呐，来衡量自己，不再跟人瞎比较，你的心态就会从那种总是怕不够的匮乏感，转向一种内在的富足。内在的富足。对，真正的成功，按欧罗夫医生的看法，更多是关于你内心的平静，你的正直、善良，你能不能享受当下，感受生活里的那些小确幸。那力量呢？也不是只是控制和竞争吗？是的，力量分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就是我们熟悉的控制啊、竞争啊，但还有软实力，比如协作、直觉、同情心、耐心。真正的强大是懂得平衡这两种力量，并且学着和那个超越你小我的某种力量连接。你可以叫它灵性力量或者别的什么，从中获得更深的指引。说到底，向你内心的爱和慈悲去臣服，才是获得长久满足感的关键。这么一说，今天我们聊的臣服，真不是什么消极放弃，它更像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生活艺术。它让我们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挣扎，信任生命本身的流动，然后通过直觉和内心的智慧，找到一条可能更轻松也更真实的成功之路。对，最核心的是，这是一种能力，你可以选择，也可以练习，不是让你没力量，而是让你找到一种更宽广、更持久的力量。那听完我们今天的探讨，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活里是什么让你最难放手？最抗拒臣服的是哪个部分？如果，只是如果啊，你试着对它臣服那么一点点，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